贵主欲与我王盟誓。正是。吴越国有定制，前世亦有祖训。勤修共事，尊奉天子，善事中原大国。贵主之情，请恕我大郎君的心胸与谋算，老夫领教过了。这些场面上的话，便不必再多说了。左右此事，大郎君也做不得主。郎君只需将老夫待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。请太尉试言之。若能相约为盟，我主愿遣子入至杭州，再割江州、洪州等江右6州与吴越，以示盟好。太尉，当我父子是傻子吗？此事成就与否，皆需你父王定夺。你只需原话回禀便是。若是庞氏，确需父王独断。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，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，万万不能。若太尉与贵主能允晚辈一试，盟约之意，晚辈或许能向父王试言之。不知郎君所言何事啊？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，盟约之事或许能成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就算他天生痴傻，也不至于被同一个人连骗2次吧？李元清自然是不会再上当，堂主却未必。大郎君，这不是会不会上当的问题。南唐国中5年内遭了3遭水患，为了筹募龙翔精审师，府库存粮弥耗一空。再加上因水患灾荒失地失产的饥民，大多流入吴越州县，前后积达15万之众。民为国之本，更是税之源，失民则失财。接连5年税赋锐减，只怕他李氏再愿意上这一次当，也没了这上当的能力吧。诚如相公所言，如今的南唐国中，必然是拿不出300万斛粮米来的。俗谚有云：“上天要价，落地还钱。”向南唐使节索要粮米之事，不过障眼法罢了。儿臣真正想要的，其实是崇明镇。崇明镇，名为军镇，然而实际不过只是2处露出水面的沙洲，地处海口，大多数皆为浅滩，四周海路、航道虽宽阔，却过浅，只能行些小舟走葛。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，顷刻间那是要触底的。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，便是以崇明为界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。崇明以西，只有江船能够通行；崇明以东，只有海船能够通行。崇明，鸡肋之地，吴越要之何用啊？于军事或许无用，却可以用来屯粮。为何要在崇明屯粮？大唐不曾领过兵，若要北上取江东3州，粮道转运是要走陆路，在固郡沙屯粮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，既不得用不说，郑彦华的镇海军和杜真的江阴军只需一道偏师顺江而下，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。崇明屯粮，为的不是江东3州，对吧？是，父王明鉴。大郎打的
是江东江阴君的中意。但你能想到，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。你去要，他便肯给吗？儿臣去要，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。然则若阿舅去要，说不定是肯的。哦，我？老太尉可想清楚了？300万斛粮米，化世仇为盟邦。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亏。邦交往来是用国礼，便是当今前王，昔年共谋合议，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。郎君参政相辅，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，罔顾国事之重，可是前王之意？我家父王胸中怀的都是天下之大义。南唐君臣割据称藩，裂土分国，违逆天命。我王所不取也。所谓邦交，纯系笑话，又何能有严厉之词？300万斛粮米之意，是本官看在老太尉悬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，奔走辛劳，颇为不易，故有此论。依大参所言，此非前王之论。纵使成约，亦不过是私相盟会。大参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？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。若此事可允，某自当陈情，促成盟好；若此事不得允，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。当年与程昭岳对酌，前王屈尊，亲为庖厨，久猎余香，沧海桑田，竟已然是30年前的往事了。程佑其实年少，听闻大王与阿姐讲述前世，若无太尉，我家阿姐也无缘登得国主正妃。这说起来，太尉还算是大王与阿姐的媒人呢。足下贵为吴越元舅，浙东盐铁副使。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，不会只是为了忆往事吧？前世有祖训，善事中原大国。若吴越与南唐盟约，昭示天下，以抗宋主，这等事情，别说江右6州，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3州，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。有些事啊，说得，做不得。有些事却是做得，说不得。前王什么都没做，却平白收了贵主6个州郡。宋主虽是行伍出身，却也不是个傻子。足下的意思是，白得江右6州，前王不敢，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，共抗北朝。前王是敢的。太尉容禀，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，限于祖训与统序，吴越皆不能允。反之，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，这生意嘛，却还是做得的。却不知若如此，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？那就要看
贵主如今缺什么？缺兵，缺粮，缺银卷，缺金帛。吴越有的，大唐都缺。吴越有祖训，虽一兵一卒，不能外借。那么，除了兵卒之外，其余皆可借了。若太尉问的是吴越，有祖训在，都不能借。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，向黄龙社借，这山岳社曾经旗下的营生，如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。秦淮社是太尉一手诏造，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，正好当家。既是生意，当年山岳社能为秦淮社做的，黄龙社都做得。只是老夫现下没钱，这生意可还能做得？没有现钱，可以抵押袋子吗？却不知以何物为押？晚辈听闻，这固郡沙州乃是太尉名下产业。崇明镇，吴越要崇明镇何用？陛下，所谓崇明镇，其实不过是长江海口的2片沙洲，名曰固郡沙。每一片沙洲之上设有军寨，驻兵一队50人，为海口哨警之用。先帝以其鸡肋，故命老太尉以秦淮社领之。前王以粮秣辎重器械资我，只是为要这么一片无用的沙洲。启禀陛下，固郡沙并非无用，秦淮社代国家执掌海役诸务，与开京、平安京、暹罗等地往来海贸，船队皆自固郡沙出海。黄龙社船舰精利，把持海路，几十年来多有举语。秦淮社虽不能与之争锋，却亦不曾将国家海贸之力拱手让人。太尉的意思是说，前王是想要独揽海上之力。陛下，海上之力成后，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宋主兵危，则是迫在眉睫之险。请陛下以祖宗社稷为重，割崇明沙洲与吴越，取其良资之力啊！陛下，崇明之力，非指海贸一事，其地扼守海口，为长江与外海之分界，北临泰州和靖海军，南接吴越之苏州和中吴军，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，还有江阴军、镇海军、常州左右乡。一旦吴越兴兵北向，是偏师从海路攻我，其实宋军在西，吴越在东，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，长江天堑恐不复为我所有。陛下，海船吃水深，江船吃水浅。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，浅滩暗流，10之8九是要搁浅。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，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，便是此理。太尉啊，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？启禀陛下，不是前王，而是黄龙社。自契书约定之日起，京师东面株洲县驻军以及
镇海军、常州军、江阴军的粮秣、军资、甲帐、银券、金帛赏赐，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。陛下，此乃亡国之策。孙大师啊，檄文虽由秦淮社与黄龙社签订，所约却皆是国事，望前王于贵社，念两国盟好之重，遵约谏约，切勿相负啊！内汉宽心，自今日起，大唐东侧之兵与我吴越之兵同，不论饮食、衣帽、甲械，绝不让众将士受积馁寒孤之苦。这弦乐过后啊，某在此处设宴，款待盟邻，详细商讨军资供给之事。诸军之袍泽，便是在下之袍泽；诸军之饥寒，便是在下之饥寒。诸军但有所求，只管来寻我黄龙社。杜太尉啊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来，哥。杜太尉啊，这往日里江面上的生意，全都拢在秦淮社手里。咱们黄龙社，连拜佛都寻不到门路啊，当真是苦之久矣。哎，不必理会李元清那条老狗。裴云长、建都那般人，都是疯子，说不得人话，做不得人事。大事若有所营生，只管来江阴寻杜某说话。江面上的事体，杜某可当得半个家。这泰州的盐麻，常州的稻米，在平安京那是卖得极好的，走一趟，能有3、5倍的利呀。承蒙太尉不弃，多的孙某不敢许，但1成5的利，太尉还是当得。才1成5啊！怕不是我想差了，1岁2、3万银券的出息啊！1岁2、3万银券，能有这许多？海贸之利，原就是如此。李元清这老狗，这几十年下来，怕不是积了几百万家资了。哼，那不至于。海船不能入江，江船不能出海，往来贸易需要在海口处换船。秦淮社的江船多，黄龙社大都是海船，江面上浅滩多，生怕搁浅，不敢轻易进来。包在某家身上，水军里的战船不能动，余出来的63艘货船，单个尽数于你。某是讲究人，不白吃你1成5的份子。来，来，既然如此，太尉，孙某便谢过太尉。干！王师南来，主力自荆州顺流东下，关节点在采石矶。河道上的船行得慢，许多时候是要靠潜伏的。江都县曾经是南唐的东都，
镇海军水寨与之隔江相望，江都一旦增兵，必然瞒不过江阴的驻军去。大伯父说得是，孤儿入取江阴，不可明知正兵，只能偏施夜袭。是以此番取了崇明。正是。有崇明屯粮在，必不使江都之军有积馁之苦。如玉先生，此番又要劳烦先生了。魏王前去，臣之本分。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正好做了贺征旦的副使。此事是由你一手筹划，此番便由你替孤走一遭京师。诺。使臣起行了。正使还是单某，副使是个年轻的虞后，眼生得紧。陛下到！臣礼部尚书判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慎温琪，受太师尚书令，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教命，觐见陛下。慎亲平身。谢陛下。前王安否？蒙陛下垂问，我王安健如昔。好。少年郎，近前来。再近些。小侄前为至，觐见官家伯父。大郎君不可失仪。无妨。汝是九郎长子，孙氏弟妹所出。小侄入京前，家父有言。陛下是天子，亦是吾兄，如可续家礼。家父之命，小辈不敢违。果然有九郎昔日的风范。足下究竟是何人？何事相邀啊？孙东主，别来无恙。太尉，许久未见。船要沉了，想觅一条活路。秦淮社名震江南，为东南3大社之一。如此大一桩富贵，这李元清为何要投献于我？此老是个明白人。南唐有灭国之危，覆巢之下，绝无完卵。那时候，秦淮社几十年的经营生意，免不了会被黄龙社一口吃掉。李元清自幼跟随杨行密出道，行走江湖5、60年，自然不想临近耄耋之年没了下场。那他为何不索性去求父王？这正是其精明之处。他与你父王是几十年前的旧识，深知你父王的性情。若真的
将秦淮社交在你父王手中，以你父王的性情、手段，只怕不足1年半载，这偌大的营生人事，便会被吃得干干净净，捐地不剩。那时候，你父王甩个闲差，荣养一生，这不真成了失了爪牙，没了羽翼的大虫？小子，你有几成把握？若是将镇海军的老将郑彦华算进去，臣的胜算实在只有5-5之数。若不将郑彦华算进去，臣有10分把握。难怪九郎喜欢你，果然有些英雄气。我若是九郎，当以汝为世子。如此英雄人物，我又如何能驱使得动啊？你是吴越世子，身份贵重无比。这等庞杂琐细之事，又何须劳动到你啊？你只需稳稳当当的坐在世子之位，收了这李元清做臣属，其他的且看阿舅来为你侍卫。不出2年，这李元清的爪牙羽翼，便都会是你吴越世子的爪牙羽翼。臣认为，臣与潘美率师顺流而下，克采石矶，以此处作为水陆两抹中转之枢要，不取江右6州，只管所入江面，使南唐水师不能南北之应，迫使李氏取金陵以东之兵西援。只要郑彦华的镇海军西调，江东便可一鼓而定。只要郑彦华西行，金陵以东的局面，我父子为管家取之。从崇明往江都运粮，须得有能在长江上运行的江船。还得在常州军和江阴军的眼皮子底下呀。官家勿忧，这2支兵皆已在我父王袋子里了。只要将这2支兵牵制在常州左侧，北面的王师登船渡江，与大王会师于江阴，便是一片通途啊！偌大的局面压在阿平一个人身上，他能挑得起来吗？大王常言，阿平有中宪王之风。依臣等所见，倒还是似大王少年时多些。阿平没有那般不靠谱吧？堂兄啊！门下，朕统御万邦，辅临诏书，推至诚而待物，其率徒以归心，不讳行人，事于本志，兴师动众，非我愿为。公元974年9月，宋太祖赵匡胤命宣徽南院使、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兆都部署，统兵10万，水陆并进，进攻南唐。临行特赐宝剑，严令副将以下无用命者斩之。扬我武节为使虎臣，出临津渡，归总舟船。由连车而见大道，提齿疾而护忠臣。呜呼！为事务极目，乃免其父之机；为号令信明，则无礼法之慢。警行先者，起而击之。挟朕共击江南，王师所至，切勿暴掠生民。
主者施行。